我花2200买的王者账号被原号主恶意找回。面对我的质问，对方极其嚣张，2000块都要计较，穷疯了。不服憋着，有本事找得到我再说了。好好好，我连夜开车千里奔袭，就地报警。这下找回狗慌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打游戏到关键时刻，系统提示我被强制下线，再想登录就是密码错误。我懵了，遇上盗号的了。跟我双排的好哥们雷子却突然说：“你这号不是买的吗？被找回了吧？”不是吧？这号都买了1年多了，怎么这时候还能被找回？我不死心再试了一次，果然密保和手机号码都变了。当时买这个号花了我2200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关键是这么长时间，这个账号已经玩出感情了，期间陆陆续续还充了不少钱，就这么被人找回，我真是不甘心。我赶紧登上某鱼，想找到当时交易的那个卖家，没想到对方早就注销了。还好聊天记录里有卖家手机号，我打过去不接，发短信不回，用手机号搜出来一个微信账号，名字叫妍妍公主，头像是一张高度美颜的自拍照，竟然还是个女生。为了避免出现误会，我在好友申请里先问了一嘴：“我是之前买你账号的人，你把号找回了吗？”对方拒绝了我的好友申请，还回复了一句：“找错人了。”这么扯吗？我在网上搜了下类似情况，网友们都说可以找交易平台申请卖家信息披露。我又马不停蹄找客服说明情况，结果客服只用一句涉及用户隐私，无法提供就打发了我。接二连三碰壁，已经让我积攒了不少怒火。我就不信了，大数据时代还能有找不到的人？我花钱找人用了点技术手段，不得已使用了核武器，第2天就拿到了原号主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和家庭住址。对方住在陕西，真实姓名叫许岩。我顿时怒上心头，还敢说不是他？这回我学乖了，换了个小号加上了对方。对面一通过，我就忍不住开骂：几个意思？卖了的东西又偷回去，还要不要脸？对面这次倒是不装傻了，但是似乎比我还生气。什么叫偷？你这人说话能不能不这么难听？我就是无聊试了一下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信他个鬼！不是故意的你改密码，账号是我当初花了2000跟你买的，你再拿回去，不是偷是什么？奉劝你赶紧把号给我还回来。我这时候想的是，只要能把账号要回来就算了。没想到这个许岩接下来的话，把我血压都干高了。不是，这号本来就是我的啊，已经让你玩了1年多了，我就算真的找回来了，那也没毛病吧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就为了2000块钱，从昨天开始就没完没了的骚扰我，是穷疯了吗？我气了个倒仰。你听听，这特么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直接发语音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知道你家住哪儿，我随时可以找到你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女的家在陕西，而我在上海，相隔千里，真要过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她显然也是这么想的。得了吧，嘴上说说，谁不会呀？咱俩离得不知道有多远，有本事就来找我塞，傻逼！说完这话，他就拉黑了我，气得我差点原地爆炸。我跟雷子说，我要去找这女的算账，他让我冷静点，别冲动啊，这大老远的，路费比买号的钱都贵了，而且他地址还不一定是真的，你要不先试试报警？我不是没想过这个，但是异地报警难度大，不好配合，就算能立案，也根本没办法保证进度，结局大概率就是找回狗一直逍遥法外。毕竟网上已经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了。正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的时候，那个许岩突然解除了我的拉黑，发来2条消息。本来一开始你求求我，或许我还会考虑把号给你，
但是你的态度惹怒我了。看好了，本姑娘根本不稀罕你的好。紧接着是几张截图，我一看，浑身血液直达脑门。我的铭文全被融了，还有金币、宝箱、点券，好友和亲密关系全都没了，号彻底被毁了。我整个人气到心悸手抖，雷子也气到不行。老周，去找他！我俩当即开始看票，结果今天的机票、高铁还有火车票都没了。可我一刻都等不了，否则今晚就会被活活气死。幸好雷子给力，说大不了就开车过去。我俩一拍即合，连夜出发。从上海到陕西1000多公里的路，2个人轮流开车，累了就在服务区休息会儿，饿了随便对付2口。坚持了10几个小时，铁定都快熬不住的时候，终于抵达目的地，是一个乡镇上的村子。到了村口，我们见人就打听，村民们一听说许岩的名字，都非常热情地给我指路，还主动说了不少关于许岩的信息。老许家闺女啊，是真出息，一毕业就考上了教师编制，老师可是铁饭碗，还受人尊敬，这工作是真不错。孩子这才刚大学毕业，上门说亲的媒人都快把门槛踩烂了。老许2口子不用发愁闺女找不到好婆家了。我跟雷子面面相觑，就这种没素质没道德的人也配当老师，那不是误人子弟吗？但我俩默契的没有多嘴，管他是老师还是校长，有编制还是没编制，等我们找到人报了警，有了案底，他就等着被学校开除吧。按照众人的指示，我俩很快找到了许岩家。大门敞开着，一个精瘦的老太太正坐在院子里吃饭。我抬脚进去，您好，请问这是许岩家吗？老太太明显耳背，扯着嗓子问我找谁，要干什么。我喊了好几声，她才听清楚。你们找我孙女啊？看来没找错地方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找到了就好，就怕我们大老远过来还找不到人，那岂不是白费精力？我重重点头，对。他现在在家吗？我们找他说点事。收电视。雷子急忙吼，不是收电视，是找他说点事。有事。老太太不悦地瞪他一眼，你喊什么喊？吓到我老婆子了。我只好耐着性子，尽量让自己语气听起来和善。老太太，许岩拿了我的东西，我是特意从上海过来找他的，麻烦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没想到这话却惹得老太太大怒。你放屁！我们家妍妍没收过任何人的东西和彩礼，我管你是上海来的还是下海来的，臭外地的还想来跟我孙女说亲？做梦呢！我孙女绝对是要说个好婆家的，赶紧滚！我满头黑线。雷子简直哭笑不得，老周，这是把咱俩当成来上门相亲的了，难道他孙女是天仙啊？这个老太太显然无法交流，她肯定也不懂什么王者荣耀、账号找回之类的东西。可是现在这家除了她，似乎也没其他人在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口传来说话声，怎么有个车？谁来家里了？我跟雷子赶紧转身，只见一对中年男女走了进来，男的皮肤黝黑，跟老太太长得十分相似，女的则一脸凶相，配上一头短卷发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老太太立刻道：广平、凤霞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这2个人来找你们闺女的。我眼睛一亮，原来是许岩爸妈。好好好，自己女儿犯的错，他们做父母的总得管一管吧。可是还没等我开口，老太太已经手舞足蹈，开始乱说，来找妍妍相亲的。我让他们走，2个不要脸的还一直赖着。许岩他爸闻言顿时警惕地看着我，你认识许岩？你们到底干什么的？我赶紧摆手，我不认识你女儿，但是不认识跑我们家来干什么？许岩他妈皱着眉打断我，然后转向老太太嗔怨道：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许岩现在在学校上班，身份不一样了，婆家的我们来相看。
我们不在家，你要把门锁好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让上门。有人给你打电话也不许接。老太太被一顿呵斥，明显不高兴了，却不敢反驳儿媳妇，只是嘀咕：我哪知道大早上的还有人来，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一家子都有病吧？是个男的就想娶他们女儿。雷子是个急性子，当即怒道：大婶，谁说我们要跟你女儿说亲啊？我们找他是因为他偷了我兄弟的东西。你女儿偷东西了，听懂了吗？对面3个人都有些发愣。我继续说道：我去年从许岩手里买了个游戏账号，但是前2天被他故意找回去了。他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短信，我只能找上门来了。许岩他爸表情从疑惑变成了不耐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听不懂。许岩他妈厌恶道：哪来的瘪三，诈骗也不看看对象，我们看上去很好骗吗？走走走。我没防备，被他猛地一推，差点摔倒。雷子朝着路上大喊：来来来，都过来看啊，这家子出了个小偷女儿，名字叫许岩，还是个当老师的。许岩他妈顿时有些紧张地瞄了眼大门外，确定没人过来以后，勃然大怒：去你妈的，再敢乱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女儿堂堂一个老师，会偷你们的东西？许岩他爸让我们赶紧滚，他奶也骂骂咧咧地想动手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拉着雷子先出了许岩家大门，反正已经找到敌人根据地，等见到许岩本人，我直接报警就行了。我打开微信，试着给他发了条信息：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，居然发送成功。许岩很快回复我：吹吧你就，本姑娘还有2分钟就到家了，你要在我家门口，我叫你一声爹哦。果然没一会儿，一个胖胖的女生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。我跟雷子站在路边土坷拉上，她根本没注意我俩，骑着车就要进自家院子。我突然大喝一声：许岩！许岩茫然回头，我慢条斯理道：你刚刚不是说要叫我爹吗？许岩浑身一震，眼睛瞪得比牛还大，他不可置信道：你们！然后他看到了我旁边的胡牌车，脸上顿时各种情绪：心虚、害怕、惊讶、无措，反正精彩极了。他能不震惊吗？昨天还嘲讽我离得远，气死了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结果今天一大早我就出现在他家门口，真以为隔着互联网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别人遇到这种事或许会认栽，可我不行，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。雷子低声跟我吐槽：靠，这跟微信里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路上面对面碰见都认不出来。嗨，10级美颜罢了。我大声道：许岩，账号找回是违法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既然你死不认错，那咱们就只能找警察来评理了。许岩听到我说警察，顿时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急吼吼反驳我：你少来了，什么违法？那本来就是我的号，好不好？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一个破游戏账号而已，这么斤斤计较，你不嫌丢人吗？一个大男人对女孩子穷追猛打，我是杀你全家了吗？许岩一会儿理直气壮，一会儿阴阳怪气，一会儿又满面怒容，偏偏没有对自己罪行的丝毫愧疚和害怕。我怒火瞬间又被点燃，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恬不知耻的人啊？雷子提醒我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报警！我正要掏出手机打电话，许岩他爸妈突然从院子里跑出来：你们2个怎么还不走？许岩一看到自己爸妈来了，底气更足了。爸，这人一直缠着我不放，还说要报警抓我呢。许岩他爸立刻沉了脸：龟孙，存心来我家闹事是不是？我冷笑：你怎么不问问你女儿到底干了什么事？雷子帮腔：就是要不是他偷我哥们的号，我们至于专程从上海开车来你们这儿？许岩急得跺脚：我没有，到底还要我说多少遍？我那不叫偷，那账号本来就是我的。
而且就那么一点钱，你死缠烂打的至于吗？怎么就一点脸都不要？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找上门，我也不怕。别想从我这儿讹到1分钱。许岩说着说着带上了哭腔。好家伙，我这个受害人还没怎么样呢，他倒先委屈上了，脸呢？许岩他妈赶紧抱住女儿安抚，还冲我们啐了一口：狗东西，我一看你们就不像个好人，果然是来敲诈的。合着他们以为我大老远跑过来，只是为了把买账号的钱要回来。他想得美，我一路上的油钱加过路费都不止2000了，好吧？许岩他奶也出来了，我孙女绝对不可能偷你东西，再敢在我家门口胡说八道，我一扁担敲烂你的头。反正我一把年纪了，打死你们我也不怕。我忍不住跟他理论：老太太，我问你，我卖给你一辆车，然后趁你睡觉又开走了，这算不算偷？许岩他奶梗着脖子道：当然不算了，你要是能把陕西的车开到上海去，就不算偷，算你有本事。好好好，小的无赖，大的无赖，老的也是个无赖。我就多余问他，我们这儿的动静不小，没一会儿就聚过来不少村民围观。老许，这是咋了？大老远就听见你家门口在吵，这2人不是来跟妍妍相亲的吗？许岩他妈立刻否认，别乱说，就是2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骗子。围观群众却不信，广平、凤霞差不多就得了。许岩这孩子工作是不错，但也不用这么看不起人嘛。光这个月你们都打发走10几个相亲的了吧？到底要给闺女找个啥样的对象啊？我看这2小伙子都不赖，妍妍还看不上。许岩听到这话，很不屑地切了一声，没想到下一秒雷子的话让他一整个大破防。谢谢父老乡亲们抬爱，但是我妈不让我找太矮的女朋友，怕影响下一代。我个人也不喜欢胖子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雷子这一句话让许岩脸色大变，他猛地从电动车上跳下来，车子一扔就要跟雷子干仗，还好被周围的人给拦住了。许岩已经红温了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又哭又骂：你他妈说谁胖呢？说谁胖呢？你才胖，你全家都是胖子，像个歇斯底里的疯子一样。许岩他爸看女儿这副样子也不淡定了，撸起袖子就开始对我们推推搡搡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：瓜皮贼，你妈使你北日你先人。我跟雷子生怕动起手来失手伤人，有理也变得没理，只是被动防御。村民们有的真心劝说，有的假意拉架。混乱中，雷子的眼镜惨痛牺牲，脖子上多了几条指甲抓伤的痕迹，而我手机掉地上，屏幕被踩成了渣渣，衬衫扣子都少了好几颗。雷子把他手机给我：老周，赶紧报警吧，不然我们吃大亏了。结果许岩他爸动作比我还快：喂，110吗？我家里来了2个无赖敲诈勒索，你们赶紧派人来处理一下。许岩也没料到他爸居然报警了，一时间有些错愕。爸，后面的话被他爸的声音盖住了。是他们先污蔑我女儿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女儿是老师，正经学校有编制的那种。编制你知道吧？就是要考的。又来了，3句不离嘴的编制。好好好，我等你们。挂了电话，许岩他爸得意地冲我放狠话：龟孙，千万别跑，警察来了有你好受的。我扯出一丝笑：放心，见到警察之前我们哪儿都不去。许岩他妈跟他奶死死瞪着我们，一个说：凤霞，敲诈是什么罪名？够不够判的啊？另一个说：那就再告他们私闯民宅。还有那个什么来着？诽谤。对，他们诽谤妍妍。唯独许岩表情很不自然，察觉到我一脸讥讽地看着他，又开始强装镇定。警察来了，我也是那么说，账号本来就是我的。我心里冷笑，装吧，越强调什么，
证明他越害怕什么。警察很快来了，这一家4口看到警察，赶紧凑上去，七嘴八舌开始恶人先告状。许岩他爸，警察同志，就是那2个外地人，一大早就闯进我家来要钱。许岩他妈，我女儿是镇东边阳光小学1年级3班的数学老师，有正式编制的，你们可以去查。许岩他奶，他们骚扰诬陷我孙女偷东西，你们赶紧把人给抓起来。警察同志头都被吵大了，喊了好几次，他们才乖乖闭嘴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警察只好让我们进院子里去说。我这边有理有据，逻辑清晰，而许岩那一家子从头到尾只会情绪化发言。听完我们两边的话，警察直接就给许岩的行为下了定论。虚拟财产也是财产，你把卖了的账号用非法手段拿回来，那就是侵犯他人财产，是违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许岩不知道是被吓住了还是心虚，从警察过来那刻起就没说过话。他爸妈还在垂死挣扎，什么违法？就算我女儿把号拿回来不合适，那也一定是他们故意骗走了我女儿的账号，他才想要找回来的。我真是被逗笑了。胡说八道也有个度吧，你女儿这么大个人能被我骗？她自愿售卖，我花钱购买，有问题吗？可对方不管我说什么，只知道一味强词夺理，坚持说我是敲诈勒索。许岩他奶更是语出惊人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快点把人带回去审问，严刑拷打，看他们招不招。警察赶紧纠正，您可不敢这么说，我们从来不这么办案啊。眼看又要吵起来，许岩突然委屈巴巴地说，那大不了我现在就把账号还给他就没事了吧。说完他就拿出手机准备操作。雷子很无语，你说的轻巧，你把我兄弟账号里所有的东西都删了，那号已经废了，拿回来还有什么用？许岩他妈白了雷子一眼，你个狗腿子，喊什么喊？嗓门大就有理了。妍妍，账号当初多少钱卖的？许岩撇撇嘴，就2000块呀。他妈似乎很意外，2000？闹了半天就2000？我他妈以为2万呢，真是羞你先人。为这点钱还从上海跑过来，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。他爸给他们2000，就当打发要饭的了。许岩他爸也是一脸鄙夷，让我赶紧把收款码给他。许岩趁众人不注意，想悄悄地走人，却被眼疾手快的雷子挡住。他急了，我妈不是说了给你们钱吗？还要怎么样？呵呵，心里没鬼，你跑什么？老子还真以为你有多硬气呢。我推开他爸伸过来的手机，首先我当初买账号花了2200，不是2000。其次，这账号我用了1年多，期间充了不少钱，加起来快3万了。按照盗窃的量刑标准，3000块以上就能判了，最高3年有期徒刑。总之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。许岩身子一晃，差点没站稳。他妈一蹦3尺高，3万？你怎么不干脆说你充了300万？他爸气红了眼，龟孙还敢说不是敲诈？说来说去，不还是想要钱吗？3万块我买你的命够不够？你买我的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让你女儿进去吃牢饭，反正是够了。两口子瞬间炸了，开始满嘴喷粪，反正就是不相信我会在游戏里充那么多钱，更不信只是找回一个游戏账号而已，会让他们优秀的宝贝女儿坐牢。还好有警察同志神助攻，帮我补充道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普通盗窃1000块都有判刑的呢。不过你们这个情况还是要等做完笔录，确定立案以后再说。许岩他妈急得开始上蹿下跳，警察同志，不能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吧？我当即翻出手机里的充值记录，证据都在这儿。不过你们不信没关系，警察和法官信就行。两口子这下是真的开始慌了。许岩他妈猛地推了一把已经傻了的许岩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号不是你的吗？他说什么充值又是怎么回事？许岩惨白着脸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
我就是课间无聊找回玩一玩，我本来想第二天就还回去的。雷子嘴角一抽，大姐，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第二天就把号毁了，还骂我兄弟是沙比的，难道不是你？许岩声音越说越小，他来找我要号，态度那么差，我就觉得再怎么样，我一个女孩子不要面子的吗？所以才生气的，我只是想给他点教训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。不得不说，许岩从头到尾的反应都比他爸妈更让我生气。他爸妈要维护女儿还说得过去，但他哪来的脸哟？你是女的，你了不起？你他妈一个小偷，难道我还要哄着？给自己取个昵称叫公主，就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？狗屁不是！许岩的话等于承认自己主观恶意毁坏他人财物，好像一巴掌抽在他爸妈脸上。他爸脸一沉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，你说上班你就好好上班，那么手贱干什么？但到底是自己女儿，总不能真不管。他爸立刻对着警察谄媚道，警察同志，孩子就是无心之失，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您看能不能咱们就在这把事儿解决了，不要去做什么笔录了。警察看向我，那就要看受害人愿不愿意私了了，私了那就只能是赔钱。我才不信这家人能有多大诚意。果然夫妻俩嘀嘀咕咕了一会儿，最后许岩他爸还做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我们就吃亏一点，赔你3000，比你当初买号多出了800呢。想的可真美啊！别说3000，就算他们愿意赔我3万，我还不愿意呢。我冷冷道，既然觉得吃亏，那就不要赔了，还是去派出所走一趟吧。两口子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愣住了。他爸忍着怒火，小伙子，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，真把别人逼到绝路上，对你们没什么好处。我呸！该适可而止的是他女儿才对吧？要不是许岩非要手贱毁号刺激我，我也不可能一点机会都不给他。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对警察正色道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，只要求尽快立案，然后侦查起诉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许岩一听还是要去派出所，快哭了，立刻死死抱着他妈不松手。妈，我不能去派出所，我要是去了，学校那边肯定会知道的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去上班啊？活该！做缺德事的时候不怕被同事领导知道，现在害怕了，完了！警察见我态度坚决，也不再劝说。见情况不妙，许岩他妈赶紧跟我求情。小伙子，许岩才24岁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如果他知道自己做的事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，一定不会干的。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又好不容易才考上了老师，要是有了案底，这辈子可就毁了。你真的忍心吗？你一看就是个面善的好人，如果孩子真的因为这个事进去了，你后半辈子一定也不会安心的，是不是？开始跟我道德绑架了是吧？可惜他说反了，如果这次不把找回狗送进去，那我后半辈子才不能安心，绝对会被早早气死。许岩他爸不敢再摆架子了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小伙子，你冷静点，钱的事咱们好商量。你要是还不解气，我让许岩给你赔礼道歉，直到你消气为止。说完，他就从裤兜里掏出一沓钱，二话不说往我手里塞。你看你们这么远过来，确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来来来，这个你们先拿着。许岩他乃一直没听清我们说了什么，还慢半拍着呢。见状顿时大叫，广平，你给他钱干什么？我赶紧举起双手示意我不要。干嘛呢干嘛呢？当着警察叔叔的面干嘛呢？这是。许岩他爸却以为我是嫌钱少，赶紧说，这个只是请你们吃饭的，你觉得赔你多少钱合适，你尽管提，只要咱们别闹到警察局去，一切都好说。我淡淡道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公事公办就得了呗，谁也不吃亏。你们这样传出去，我不成了故意敲诈了。两口子想起了刚刚骂我的那些话，臊得无地自容。是我们嘴贱，是我们糊涂，你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吗？一看你就不是小心眼的人。
不好意思了，我这人还真就是小心眼，见我无动于衷。许岩他爸急得满头大汗，对着缩在他妈背后的许岩怒吼一声：死丫头，你给我过来！许岩扭扭捏捏的不想动，他爸实在看不下去，几步过去把人拉出来，扬手就是一个大逼斗。死丫头，平时真是把你惯坏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想吃牢饭就赶紧给人道歉。巴掌声又响又亮，许岩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爸，一边脸蛋迅速肿了起来。要么说小仙女的脑回路就是不一般呢，都这时候了，关注点居然还能歪。爸，你打我，你居然打我，我不用你们管了，坐牢就坐牢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至少牢里没人打我。他妈本来心疼女儿被扇了一耳光，听到这话勃然大怒，也毫不留情地对着他背上狠狠捶了几下。说什么胡话呢，你爸还不是为了你好，要不是你惹出的这事，我跟你爸至于跟别人低三下四吗？许岩大哭，他爸妈大骂，他奶奶嘴里不知道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。嗨，你看这事儿闹的还真是大快人心啊！闹归闹，最终还是改变不了要去派出所的结果。临走时，许岩他奶抓住警察袖子撒泼打滚，你们要是敢抓我孙女，我就天天去你们派出所闹，我一头撞死在你们大门口。人家警察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一句话就让他安静了。阿姨，您要闹我也拦不住，但您想想，万一真出事了，岂不是让您儿子成了村里的笑话了？此时大门外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全都是来看热闹的村民。看到许岩被警察带出来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老许家女儿到底咋了？犯啥事儿了？不知道啊，反正肯定跟这俩上海来的有关系，好像说是什么游戏账号的事儿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哎呦，许广平成天吹自己女儿有本事，怎么就出事了呢？不是我说，许岩这女子也确实该敲打敲打，当了个老师，那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去了，成天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。我娃工作是没他好，但是幸好我娃乖，从不给我惹事。许岩听着这些话，羞得简直无地自容。他爸妈更不用说，全程头都没抬起来过。最后许岩跟他爸妈坐着警车，我跟雷子开着我们的车一起去了派出所。笔录做了整整3个小时，本来奔波了一晚就累，跟许岩一家子争执又耗费不少精力，出来后饿得我头晕眼花，正准备找个地方先去吃饭，冷不丁一个人影扑到我面前，差点把我给撞飞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许岩他妈，哭天抢地地跟我喊：小伙子，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放过妍妍？是不是要我给你跪下才行？这时候许岩也出来了，哭得双眼红肿，满脸憔悴，估计是进了趟派出所老实了，这次不用他爸妈催促，自己乖乖走到我面前，抿着嘴小声说了句对不起，还问我能不能原谅他。多难得啊，跨越1000多公里，跟一家奇葩闹了个人仰马翻，到派出所做了几个小时笔录，总算得到找回狗的一句对不起。不过我不原谅，没这个义务哈。一家子天都塌了，许岩爸妈当场变脸，骂我没人性，骂我不得好死。反正他们不管怎么骂，我就一句话：你女儿的教师编制要没喽，杀人诛心。两口子气得哇哇乱叫，偏偏还不能对我怎么样，只好又把气都撒到许岩身上。蠢货，蠢货，看你以后怎么办！派出所门口顿时鸡飞狗跳，报警到立案还需要些日子。我跟雷子决定先返回上海，可就在我们第2天准备启程时，却接到了昨天那位警察的电话，让我们再去趟派出所。原来是许岩他爸一大早去报案，说昨天我跟雷子去了一趟他家后，家里就丢了10万块钱。许岩他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我耳朵听不清吗？他们2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
反正我就看到戴眼镜的那个鬼鬼祟祟往车里去放了东西，肯定是我们家的钱。我俩不得不又配合警察做了一遍笔录。出来后，许岩他爸得意洋洋，用施舍般的语气对我道：只要你愿意撤案，那我可以高抬贵手放你一马，但是你还得赔我家5万块钱。槽点太多，不知从何图起。雷子挠挠头：大叔，你知不知道 GoPro？ 许岩他爸皱着眉：什么狗屁玩意？我好心解答：就是昨天他脖子上戴着的那个东西，运动相机，从我们下车进你家之前就开始录像了，录像内容我们刚刚已经给警察看过了。许岩他爸脸色猛地一变。最后，许广平因为谎报警情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浪费警力，系提5天拘留。真是不怕坏人绞尽脑汁，就怕蠢人灵机一动啊！3个月后，许岩的判决结果下来了。法庭考虑他认罪认罚，加上主动退钱，酌情考虑，最后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，缓刑1年，罚金5000。许岩3个月仿佛瘦了30斤。再见面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结果宣判的那一刻，他绝望大哭，而他跟他爸妈最得意的编制工作早就没了，他们家也彻底成了村里的笑话。真是休他先人啊！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